上期的节目，我们介绍了中国雄心勃勃的全球海运布局。随着中国辽阔的全球港口布局、遥遥领先的造船实力和庞大的商船队，美国坐不住了。华盛顿决意按下全球港口重置键，一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博弈启动，目标直指削弱中国海运网络，把战略码头纳入西方轨道，防止在未来美中可能的冲突中陷入被动。欢迎来到深度家频道。如果您对中美地缘博弈感兴趣，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最新分析。2025年9月26日，一艘中国商船自上海起航，指向美国新泽西的港口，跨越太平洋约30天后，船抵巴拿马科隆，正准备排队通过运河。就在此时，坏消息传来，一张即将送达的进入账单会在海图上掀起比风暴更大的涌浪。这张新账单把中国商船的跨太平洋航线推到十字路口，是硬闯美东，还是先在第三地换手？对这艘中国商船而言，眼下只剩2条路，要么直抵美国东海岸并承担数以百万计的进入成本，要么在入美之前选择合适的枢纽港先行停靠，将货柜拆装后交由低暴露船队接续北上，以规避高额费用。以成本逻辑衡量，后者显然更具吸引力。那么，当中国商船抵达巴拿马科隆港，茫茫的加勒比能否带来转机？商船自西向东穿越巴拿马运河，随即抵达加勒比海水域。站在运河北端的科隆港一侧远望北方，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与古巴隔海相对，两者之间的尤加敦海峡是连通加勒比海与美国湾的关键航道，也是进入美国湾的重要门户。从尤加敦海峡出发，沿加勒比海北缘与西北缘向东南依次连接起大安地列斯群岛、古巴、牙买加、伊斯帕尼奥拉岛与波多黎各，以及它们周边的若干小岛与属地。其中，伊斯帕尼奥拉岛由西部的海地与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分治。位于这条岛链最东端的波多黎各，正处在通往小安地列斯群岛的门槛。自波多黎各继续向东南进入呈弧形分布的小安地列斯群岛。小安地列斯群岛是一条自北向南再转向西的弧形岛链，起自毗邻波多黎各的北段维尔京群岛与贝风群岛，向南延伸至象峰群岛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构成加勒比海的东南边界。大安地列斯群岛与小安地列斯群岛共同构成加勒比湖，这条弧形岛链环绕并界定加勒比海的主要水域，既是国际商船出入的要道，也是扼守美国近海的重要门户。商船进入加勒比海后，若向西北航行，经由尤加敦海峡即可进入美国湾、墨西哥湾；若继续向北出入大西洋，则可直达美国东海岸的各大港口。沿着加勒比湖自大安地列斯沿至小安地列斯，在衔接南美北岸与中美洲沿岸，星罗棋布的港口与码头勾连出一张忙碌的海上网络。在这些深水、现代化且高连通性的口岸中，真正掌管拍的那把转运钥匙刻着同一个名字——金斯顿。金斯顿是牙买加的首都与主要港口。牙买加位于大安地列斯群岛，地处古巴东段以南，开曼群岛以东。商船自西向东穿越巴拿马运河，即入加勒比海。由于距离与航线布局的优势，牙买加常成为驶往美国东海岸船队的首个停靠点。这一岛国扼守加勒比航路的十字路口。自牙买加出发，取东北航向，经海地与古巴之间的象峰海峡进入大西洋，继续北上可抵达美国东海岸各大港口，转西北航向，经尤加敦海峡进入美国湾，进一步可直达墨西哥海岸与美国南部沿岸，向东与向南则可通达中美洲与南美洲诸港。就远东美东航线的中转与分拨而言，与加勒比湖其他岛屿相比，牙买加兼具更广的辐射范围与更近的美东距离，因此具备突出的区域及转运枢纽价值。金斯顿既是牙买加的首都，也坐拥受天然海湾庇护的深水良港条件。它距巴拿马运河与迈阿密均约2日航程，位于东西向亚洲、欧洲、美东与南北向北美、拉美主干航线交汇处，天然适合作为大型船舶的中转与拆拼箱枢纽。作为加勒比的重要转运节点，因2025年美国针对中国关联船舶的费用政策引发航线重构预期，金斯顿的枢纽价值被进一步凸显，围绕其港口功能的美中角力也被普遍认为将进入新阶段。
金士顿的战略重要性是不是让你眼前一亮？点赞支持这个分析，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中美海运博弈。中资企业在金斯顿。2020年前后，中国招商局港口完成对金斯顿自由港码头公司 KFTL 的控制性收购，成为30年特许经营架构下的实际运营方。这意味着中资在该港口实现了从资本到运营、从基础设施到网络组织力的全链条优势，放大了在加勒比转运格局中的节点影响力。中资对金斯顿这样的关键转运港口的控制力，将在中美博弈中削弱美国的利益与回旋空间。让我们来看以下4个例子。在商业运营层面，中资的控制力能够决定船舶的停靠顺序、分配停靠位置、岸桥、拖车等一系列资源，决定了船舶到港后能否按既定节奏快速完成装卸与通关。要知道，在船舶作业中，哪怕是小时级的软性延迟，也会放大美国进口产业与军民物资的库存与时间成本，削弱美国对关键补给通道的稳定掌控力。在信息与网络安全方面，港口操作系统与物联网设备一旦交给不受信任的软硬件生态深度绑定，运营方有机会掌握靠泊计划、箱单仓单、危险品流向、军需物资动线等敏感数据，形成对美国后勤节奏的预判与监测优势，弱化美方在危机中的信息优势与战术保密性。更危险的是，如果发生网络攻击或系统渗透，关键节点的信息系统可被瘫痪或被操纵，导致相位错配、理货失真与码头停摆，迅速传导至美国本土港口与铁路关节，削弱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与应急恢复能力。在军事后勤方面，智库评估将金斯顿列为高风险港口，理由并非该港口在中资控制下必然会走向军事化。其真正的担心是在非常时期，中资通过商业与制度工具实现对美军补给的选择性迟滞，例如以额外安检设备维护风浪安全等合规理由调整优先级，造成美军后勤节奏错位。金斯顿处于跨大西洋干线与区域支线交汇的十字路口，即便是微小的迟滞，也可影响美国东海岸与墨西哥湾的补给链路，使美国在能源、制造零部件与关键消耗品的到岸节奏遭遇不确定性，削弱经济与军事双维度的应急能力。通过金斯顿的例子，可以看到中资对关键港口的控制，并非通过显性封锁削弱美国，而是依托运营、数据与制度工具，形成低可见度的迟滞与重配能力，在危机与竞争中放大美国的时间成本、信息劣势与网络依赖，从而侵蚀美国在供应链与后勤上的确定性与主导力。这些风险分析是不是让你对地缘政治更感兴趣？如果觉得有价值，点个赞告诉我，继续支持我们制作更多深度内容。那么，川普就坐以待毙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那么，川普如何改变美国与盟友的选船、选线、选港攻势？答案来自一笔岸船征收的费用和一场围绕关键港口控制权的博弈。面对中资这种以运营、数据与制度工具为特征的软性控制，川普将博弈从暗处拉到明面，主要出手3招：对中国关联船舶征收港口进入费，直接重塑挂靠美国航线的经济性。所谓中国关联，既包括由中资拥有或运营的中国建造船舶，也包括由非中资运营但在中国建造的船舶，费用随年度阶梯上调，倒逼航司更换船队，改走第三地转运或调整挂靠组合。以资本与盟友协同，稀释中资在关键港口的运营与股权暴露，通过并购、联营与治理权优化，把要冲节点的控制面转回到美欧伙伴体系。强化网络与设备安全整治，替换或限制不受信软硬件，收紧数据与控制面的潜在缝隙，降低渗透风险，把航运网络的主动权尽量收拢至美国与其伙伴。而当下最具紧迫性的变量就是对中国关联船舶的港口费，已设定自10月14日起分阶段实施，一旦落地，价格信号会优先驱动船队置换、挂靠重排、转运增配的连锁反应，从成本端重写航线流向图。10月14日，一笔岸船征收的进入费正在逼着全球班轮重算每一海里的成本账。川普政府计划自10月14日起对中国关联船舶征收分档港口服务费，借价格杠杆加速全球航运网络的再布局。这里的中国关联包括2类：由中国实体拥有或运营的船舶，
按净吨计费，首年约为每净吨50美元，并按年度阶梯上调，至2028年约每净吨140美元。每艘船每年设置收费次数上限，常见表述为不超过5次。以一艘约13,000 TEU 级集装箱船测算，单次航程的名义费用可达数百万美元量级。非中资运营但使用中国建造船舶者，采取每净吨或每柜数高计费，初期约为每净吨18美元或每柜120美元，并逐年上调，至2028年约每净吨33美元或每柜250美元。对于大型班轮服务，若以按柜数高触发，单航次的增量成本同样可观。若一艘船装载超过1万个集装箱，费用可能超过100万美元，并计划每年递增，直至2028年。汇丰分析师表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受影响最大，预计其2026年需缴纳的港口费用将高达15亿美元。总部位于瑞士的 MSC 与赫伯罗特 Hapag-Lloyd、马士基 Maersk 和达菲海运集团 CMA-CGM 等公司已将中国相关船舶从美线航线上撤出，从而限制或抵消新费用的影响。直接冲击并非航运公司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产能供给者——造船业。过去20年，中国造船跃升全球第一，完工量、新接单与手持订单长期居首。2024年三大指标全球占比分别约为 55.7%、74.1% 与 63.1%， 奠定了产能与价格双重优势的基本盘。2025年以来，国际咨询与行业统计多次指出，中国船厂在新接订单与手持订单上的全球占比继续高位，年终口径已在重吨级的新接单与手持份额仍处于全球领先区间，显示供给侧韧性不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军民两用的商用造船能力严重萎缩。美国海军的公开规划与业界报道均将美国商用船建造不足、造船生态断档列为短板。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出的对中国关联船舶征收港口费并非传统关税，而是通过提高进入美国段的制度性边际成本，迫使全球船东在哪里下单、下单给谁、用什么船跑美国段上做出再选择。短期看，这将压缩中国建造船舶参与美国相关航段的经济性，诱发部分订单向盟友船厂与低暴露配置转移。因此，这笔港口费对中国全球航运版图的最直接打击点体现在2个层面：其一，削弱中国建造船舶只靠美国的相对吸引力，倒逼订单结构与交付趋向微调；其二，叠加资本与合规因素，在港口设备与软件站上加快去中国化节奏，间接压缩中国在关键节点的生态外溢。美国对中国制造船只收取新费用的政策使日本和韩国受益。长泽仁志表示，对日本船厂的询价确实大幅增加。长泽仁志此前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对中国制造船只收取港口费，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他说，全球航运公司将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中国订单的动态。对金斯顿这类关键枢纽而言，可预见的画面将是：为规避对中国关联船舶的高额进入成本，跨太货流更倾向采用尽量使用非中资所有运营船舶、非中国建造船舶来承接美国段，减少美国直靠次数，改为第三地转运部分。部分长约航次将把美国段交由非中造非中资运营的船舶承运，直靠频次下降，转运比重上升。同时，码头的起重设备、控制系统与网络站将按合规与伙伴体系加速替换，数据与控制面的去风险化同步推进。随着路径与设备两端的同步调整，中资在此类节点的运营外溢与生态影响也由此将被稀释。川普的这招，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呢？2025年4月19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表声明，对美方这一政策表达极大愤慨和坚决反对。声明指出，美国造船业的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长期奉行保护主义，与中国无关。美国的限制措施将扰乱全球航运体系，推高运输成本，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损害美国人民利益。声明呼吁全球海事产业联合抵制这一短视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该协会还表示，期待中国政府采取有力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在4月18日也发表声明，谴责美方举措为歧视性步骤，并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声明指出，
此类港口费体现了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本质，是典型的非市场行为，还强调中国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这就是今天的完整分析。如果您觉得有用，欢迎点赞、订阅、分享给朋友，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或观点，我会回复。下期见。